這期視頻和小米的小折一樣，有一點姍姍來遲哦。主要還是想把2台手機都當主力机，狠狠的用一段时间。还別說，5年磨一劍的小米確實有不少讓人眼前一亮的地方，但問題好像也很難忽視。那現在讓我們看一看，作為最後一個交卷的小米，到底給出了怎麼樣的答案。這一次小米的2台折疊屏是我在发布会當晚直接訂的，一台白色的 Fold 4，一台紫色的 Flip。先來看一下小折哦，保留了不少小米的味道。你看一下這個邊框跟小米14一脈相承。本來小米 Flip 就不算薄，加上直邊框，不但看上去變得更厚，而且手感也沒有多好。你要說小米不知道這一點嘛，顯然也不是。你看一下一起發布的這個 Fold 4，邊框就是圓潤的。雷總還在發布會上面猛誇了手感，它的手感超好。這次 Flip 的外屏也比較特別，四邊都做了 2.5D 的微曲，一眼看過去就有點像是這個。比起其他家的小折，小米的這塊屏幕更像是一個單獨的手機，而不是手機的一半。尺寸跟榮耀類似，是目前最大的一檔。哦，不對，多了0.01寸。不是在跟我搶賣點嗎？別看這個屏幕抓在手裡面顯得有些迷你啊，但你回想一下，14年前的應用開發者和人類手指，居然能在這樣大小的屏幕上面生存。其實現在的小折基本上也就是2條路線了，一種呢是像華為這樣更看重外觀設計，並沒有設計太多外屏獨立使用的場景，主要還是展開來用。另外一種呢就是小米榮耀這樣，把外屏的尺寸拉滿，同時為外屏做盡量多的適配，讓這個小方塊也能獨立來使用。但有點可惜的是，作為數折考試裡面最晚交卷的學生 ，Flip 還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，或者說問題只解決了一半。屏幕前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小折到底是這樣用還是這樣用呢？很明顯，小米是希望你每次合上之后再掉過頭來用。比如打電話的時候，小折因為需要折疊那一下子，合起來的時候聽筒被蓋住了，所以外屏只能用免提打電話。所以實際上你並不能像想象中的這樣優雅的接電話。而小米顯然是有理解的，加上了額外的聽筒麥克風，但必須轉過來用，不然手機合上之後就顛倒過來了，電話裡面的聲音幾乎就聽不見了。移動10086服務熱線。為本機號碼查辦業務，請按1。還有這個攝像頭的位置，順手合上之後，攝像頭就在右手拇指下面，總會有那麼一點點硌手。掉過頭來用呢，就會更舒服一些。甚至小米這次適配的大輸入法，也要合上去之後轉一下，才能適配到更大一點。小折的適配其實是超出我的預期的。你看這個外屏的布局啊，利用率就很高。這裡一小塊區域還放了一個小卡片，不只可以顯示時間什麼的，還能快速的切換最近打開的應用。然後這裡又是16:9的應用區域，直接把這個適配的成本降到了最低。在設置這裡添加到外屏，拖動順序來排列，像微信、飛書、抖音、微博這些都能上外屏，甚至還包括淘寶、京東這些。不過啊，我一般也就是刷刷短視頻，或者是簡單回個微信什麼的。其實总的看下来，這一次小米 Flip 確實算得上是一個不錯的小折，只是還沒有解決小折這個形態本身的問題，特別是散熱啊。為了控制溫度，驍龍8 Gen 3跑原神平均幀率就只有36.9幀，合上蓋就更不用說了，甚至拍不了60幀的視頻。在小折的情緒價值就不能用普通手機來比了。你看這個套裝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米家的打印機，它不需要墨盒，也不用什麼維護。成像呢，主要靠着相紙裡面自帶的热敏材料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拍完就有。成像質量反而是比較隨緣的，相紙出來的那一下，嘴角都要壓不住了。而且打印只是一部分啊，最有意思的是這個。選這個打印視頻照片就可以實現這種效果，而且這個視頻隨便一台手機用米家 App 都可以掃出來。如果說在小折的適配上，小米有點按下葫蘆浮起瓢，那在 Fold 上面也有點這個感覺。去年我還困惑 Max Fold 3軟件適配做的還不夠好，還沒有跟上當時那一套不錯的硬件。那體驗完這一台折疊屏，我感覺情況又有點反過來了。
Awesome。你看这个折痕就有点取捨的味道。如果用明顯一些的折痕換來更薄的厚度和更輕的重量，你們會怎麼選呢 ？Fold 這次更新的功能，我覺得是有亮點的。小米重新做了一套分屏邏輯，你把軟件分屏之後，空出來的這一個邊，實際上可以當做一個獨立的桌面。點開一個 App，在2個軟件底下都會有小橫條，任意一邊退出，切換軟件也都和直板狀態下一樣。倒不是說只用一邊的 App 是有多實用啊，而是這種2個軟件不會被強綁定，切換 App 不需要多點一下的體驗，就非常符合邏輯。而且在分屏的狀態下，這麼一拖，看熟悉的無限屏，2個全面屏同時都保留在了桌面上，互相之間又不干擾，兩邊都可以隨時調用，就有一種把屏幕拓展超出去的感覺。新的功能確實好用，但折疊屏最關鍵的軟件適配，小米還沒有徹底解決。2年前我就說過，平行世界在我看來就應該是一種過渡方案。現在2年過去了，還在過渡。小米平行世界適配 App 的數量不算少，但直接對 App 界面做優化的是更好的方案。可惜 Fold 4支持的還不多，我試了一下手裡的折疊屏們，差異比想象的還要大。而且更離譜的是 ，Fold 4為數不多做了界面優化的 App， 實際上開啟前後也沒有什麼區別。哪怕是平行世界 ，Fold 4上面也會有打開之後 App 界面完全沒有變化的情況，有點撓頭。而且小米沒有像三星、vivo、OPPO 那樣做一個能快速切應用的底欄。如果整個像這樣的開始菜單，感覺體驗還能更好。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？再講個好玩的，從 Fold 3開始，小米就宣傳自己是折疊屏唯一的4攝5焦段，今年也一樣。但今年的4攝卻給我一種每顆都不完整的感覺。我先切個導演模式，然後它這裡面4個鏡頭，它主攝是支持 4K 60，然後2倍也支持 4K 60，但是你看這個廣角呢，它最高就只能支持 4K 30，這5倍就更離譜了，這5倍呢，它最高就只支持1080/30。這個2倍鏡頭，小米給它加上了微距，效果不錯，但去掉了光學防抖，相對來說又影響了出片。最關鍵的是，最後出來的效果比主攝的數碼2倍也沒有強多少。這2張照片，你們猜哪一張是光學2倍，哪一張是數碼2倍？5倍長焦，1000萬像素，這顆倒是有了光學防抖。實際的成像效果可以看看對比。這個是 Fold 4的5倍長焦的效果，這個是 vivo X Fold 3 Pro 的3倍長焦數碼裁切的效果。4K 60幀錄製的時候沒有辦法用滾輪調焦段，只能這樣調。開始錄製之後，哪怕它主攝和2倍其實都支持 4K 60，但也沒有辦法切換鏡頭，只能數碼變焦。只有在 1080p 30幀錄製的時候，調焦段的時候，才能把4個鏡頭都用上。這種配置上面顧此失彼的感覺，總讓人感覺有點可惜。其實到現在這個時間點，各家折疊屏的硬件參數都已經大差不差了，誰也不會成為拖後腿的存在。所以對廠商來說，怎麼樣在系統層面做好對折疊屏的維護和支持，怎麼讓用戶能夠真的用上大屏，才是真正決定消費者選擇的理由。在 Flip 上，我覺得小米通過隨身拍的這個配件，為這個產品打下了不錯的基礎，甚至做到了破圈。在 Fold 4上面嘛，我對小米還有更高的期待。OK， 那麼這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